各位朋友，最近2天呢，这个清华美院惹了中国网友的众怒。中国网友发现，这些清华美院的所谓的教授的那些刻画中国英模人物、普通劳动者的那个画展，简直是犹如进了生化危机的片场了。他们把这个中国人画的都是这个满脸脓疮，眼看就要变异的像僵尸一样的，立刻这些画作就引起了这个中国人民的这种愤慨。那有人说，像这种人怎么能当清华美院的教授呢？是因为在这个20-30年前吧，中国的一些留学西方的一些所谓的公知十分推崇西方的那种叫超现实主义的解构式的绘画。你比如说毕加索的那格尔尼卡画的那样的，你知道吗？他们认为这就是时髦，这就是艺术。但是呢，到了中国人现在已经开始平视乃至俯视西方的现在的这个时代，他们实在是落后了，而且他们打心眼里边也是那种西方神丑式的那种哈巴狗，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所以这次的清华美院的这个风波，朋友们，美院的2个领导我估计就得下台玩球去了，以后像这样的教授根本就不允许出现在中国的课堂上。清华美院副教授丁红画了一个中国的劳动人民清洁工，大妈长这样，这不是生化危机片场吗？他不仅画普通人，他还画了中国的英雄航天员长这样，这不是生化危机里的 BOSS 吗？还有清华美院的这个博士刘祥鹏画了一个长征红军的群像，都是这样的。清洁工五官错位，肤色灰绿，航天员身形臃肿，面罩内漆黑。2022年3月，在清华美院的美术馆，一个叫做见性丁红个展的展出，官方宣传定调为凡人颂歌，释放他们的力量。更加让中国网友愤慨的是，清华美院的刘祥鹏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星火2026年7月底在济南美术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官方大展中，红军战士被画成吊梢眼、眯眯眼，女红军带有烟熏妆和长指甲，画面还出现了西方语境中寓意撒谎的手势，交叉的那个手势。这些人要干嘛呀？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引起了中国网友的众怒。我昨天刷到那几张画，真的手机差点没拿稳。清华美院中国最顶尖的美术学府，结果画出来红军战士是烟熏妆、眯眯眼、长指甲，还有个手势，你查查那手势在西方啥意思？撒谎。誓言不算数，画航天员的更离谱，满身横肉，皮肤溃烂，头盔里黑乎乎一团，这哪是民族英雄，这是恐怖片里爬出来的怪物。我跟你说，这真不是审美差异。你说艺术要创新，要解构，要表达，行，可你解构谁不行？你解构红军，你解构航天员，老百姓心里最重的那几块地方，你拿笔尖往上戳，完了说这是先锋，这是当代水墨，你信吗？说白了，这事儿就像你去人家做客，人家端上来一盘饺子，你尝了一口说我要做分子料理，然后把人家里供奉的祖宗牌位扔进破壁机里搅了，端出来一坨糊糊，说这叫解构传统，你不挨揍谁挨揍？关键还不是一个人，5年4次，从眯眯眼时装秀到读教材插图，到教授画展，再到现在这一出，老师也这样，学生也这样，博士也这样，教授也这样，这是一整套班子。你发现没有？他们画中国人永远是眼距宽，吊梢眉，脸黑眼空，神态萎靡，可一画外国人，那笔触立刻精神了。
立体了，有光了，这双标不是手滑吧？我告诉你根子在哪，就俩字，拿钱。现在美术圈有个潜规则，你画的越怪越扭曲，越往西方人眼里的东方味道上靠，就越容易拿项目、拿经费、拿奖。你老老实实画个正气凛然的英雄，人家说你俗，说你主旋律，说你没学术价值，然后呢，一批人尝到甜头了，开始批量生产这种玩意儿，把丑陋当先锋，把怪异当创新，拿人民的钱画恶心人民的画，完了再给你扣个帽子，你们不懂艺术，我真的服了。我就想问问，什么叫懂艺术？是不是必须觉得中国英雄长得像鬼一样才配进你们那个圈子？这件事最让我后怕的不是画本身，是展出，是过审，是挂到美术馆墙上，孩子们进去看，家长指着画说这是红军，孩子问红军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回答？你说这是艺术表达，孩子听得懂吗？他只知道英雄好丑，好可怕，好颓废。这颗种子种下去，10年后呢？20年呢？等他长大了，他会觉得中国人就该长这样，英雄就是被解构的，崇高就是拿来消解的。这就是文化渗透的厉害之处，它不在战场上，它在画布上，在教材里，在展览馆里，一点一点把你心里最珍贵的东西给你抹脏。所以这回国家艺术基金撤资了，官媒下场了，画撤了，钱追回。我只想说一个字，该。艺术当然可以画苦难，画真实，画不完美。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画得够苦吧？可你看了是什么感觉？是心疼，是震撼，是能从那些扭曲的身体里看到民族的脊梁。现在这些呢，你只看到创作者眼睛里的傲慢和笔尖上的恶意，这根本就不是艺术问题，这是立场问题。拿人民的钱，端人民的碗，回头往人民的英雄脸上吐唾沫，还告诉你这是高级审美，你可拉倒吧。清华美院这块招牌，这些年攒了多少人的期待啊？多少孩子拼了命考进去，就为了学真本事，画好中国。结果呢，4年翻车4回，次次都是同一个毛病，不肯好好画中国人。我就把话放这儿，英雄不容亵渎，民族审美这件事，不能交给一小撮躲在先锋俩字后面的人说了算。你们那些所谓的解构，说到底就是文化自卑的遮羞布。别扯了，该醒醒了。大众对清华美院积攒的不满，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更不是冲着某一个院长。2021年6月，清华美院服装毕业设计发布会，模特清一色眯眯眼妆容，刻意延长眼尾，被质疑迎合西方对亚裔的刻板印象。2023年，戴顺治人物画被指怎么丑怎么画。红色题材绘本《红军柳》因人物形象怪异下架整改。2026年8月，清华美院博士刘祥鹏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星火，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官方主题展上，把红军画成吊梢眉、眯眯眼，女红军配烟熏妆、长美甲，甚至有人物比出西方撒谎手势。作品撤展，国家艺术基金终止项目并追回资金。5年4次同类争议，每一次都绕不开眯眯眼这个西方丑化华人的视觉符号。这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问题，是整个美院评价体系、评审机制、育人导向的问题。真正该核查的2件事，用户问最该重点核查的是什么？我的判断非常明确，不是民族身份，而是下面这2件。1. 争议作品的经费来源与评审全流程能不能公开核验？国家艺术基金章程写得明明白白，基金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坚持面向社会、公开透明，自觉接受财政、审计、
纪检监察、文旅等部门监督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经费管理办法更进一步明确，项目主体对政治导向、项目质量、经费使用承担主体责任。一旦出现政治导向问题，管理中心应当追回已拨经费，并暂停项目主体3年以上申报资格，涉嫌违法违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人在批评你啊，因为正好那时候有读教材，结果你这儿这个被人点名说认为你画的这个龚中斌形象怎么是这样的呢？而且你是清华美院的教授，有这样的审美吗？你对这种批评你怎么看？所有平台的头条都在骂我，骂得非常厉害。你丑画人，你得画的你爷爷吧，你爸爸吧，你祖宗吧，对吧？要不然你画的还不如我儿子画的好。清华美院教授怎么这样呢？是怎么教书育人啊？是，这种不配当教授。其实呢，就是艺术啊，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艺术是有门槛，艺术不是，它是一个门槛儿。越到最后，我们当初学画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看这个古典的或者工笔画，是吧？他画的细，画的像，画的准，但是那只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个阶段过了以后，它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即使停留那阶段，它也要赋予它很深刻的思想内涵。你看怀斯，他也是画写实的，但是他有很深的思想内涵。那你作为清华美院教授，那你在教学生的时候，那你怎么教的呀？哎，这个说的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艺术家你怎么画都可以，这是你个人的事儿。但是你教学必须按照教学大纲去教，你不能把你自己那个艺术追求、艺术探索教给学生，那是不成熟的。你不能把探索试验中的东西。不成熟的东西教给学生，对我就这一点观点，我特别赞同啊。我教学都是规规矩矩的，这个让人家学生掌握最基础的，对呀，你必须要达到共性的东西，越扎实越好。对共性啊，掌握这套工具以后，然后你自己去怎么要表现的时候，要应用的时候，要有话要说的时候，要完成一张画的时候，那你自己怎么发挥都行。简直是太痛快了！作品连夜撤展下架，项目紧急叫停，永久取消申报资格。前段时间，清华美院的一位刘星教授在济南美术馆的一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画展上，一幅作品引发众怒。红军形象被丑化，英雄先烈被亵渎，象征顽强坚毅的品格的崇高红军精神被一个个换上了萎靡不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那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相信没有人会比这位刘星教授更加清楚。此次举办画展的目的，旨在面向青少年开展红色教育。画展开放期间会涌入大量的学生和家长，到那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堆丑东西，然后呢，告诉我们的青年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红军形象吗？那在我看来，这就是打着艺术的幌子，行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逆贼。更重要的是，他会错误地引导我国文化发展的有序流畅，沦为西方的一条狗。这个就是文化主权的丧失，程度堪比一场战争的破坏力来得更加深远。好在国家重拳出击，济南美术馆撤下画作，这位教授被永久取消了申报资格，学校约谈问责，但这远远还不够。近年来，我们其实也发生了不少类似的事件。在2022年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插图当中，儿童形象眼神呆滞，行为不雅，系出自清华美院客座教授吴某手笔，还有清华美院教授戴某志笔下的中国农民五官拧巴，神情麻木。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丑化人物，把民族记忆里的崇高形象当成标榜先锋的筹码。那为什么频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除了部分卖主求荣的汉奸，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评审机制。当下国内不少的文艺创作、学术项目的评审体系普遍存在重技艺轻导向的顽疾，评审标准一味的去追求创新和先锋，把和大众不一样的当成艺术水平的评判标志，把解构传统、颠覆认知当作是学术突破的标志。那在这种畸形的引导之下，从高校教授到青年学生，很多人主动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审美内核，转头去照搬西方小众的解构主义路子，刻意去追求坏蛋、扭曲、反常识的表达。越是挑战公序良俗，就越配叫做艺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生在华夏子孙，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本。尤其像这种红军精神，它绝对是不能够被亵渎的，被当作神丑来展示，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老一辈英雄先烈最至高无上的信仰，这不能忘，也不可以忘。中国的水稻之父袁隆平被他们画成了这个样子，航天员被画成了横肉满身、皮肤溃烂。红军的眯眯眼是西方100年来丑化亚裔的歧视性的符号，清洁工被网友形容为像恐怖片的海报。公共资源为这些西方神丑买单吗？刘祥鹏的作品获国家艺术基金的立项资助，经专家评审进入了省级官方的展馆，
丁红的个展由清华美院举办，在学院美术馆公开展出。丁红称意在展现普通人身上的烟火气和坚韧的品质。被问争议时回答，写实仅是初级阶段，高级创作需要深刻的思想内涵。公众人物反驳称，画英雄人物、劳动者时不该拿公共题材做个人的实验。中国网友引起了众怒之后，刘祥鹏作品连夜撤展，国家艺术基金终止项目，追回资金，永久取消其申报资格。任职高校山东师大已经约谈了。丁红相关争议现在还没有官方通报，清华美院官方账号已经关闭了评论，清华美院的公众号连续停更了，还吹嘘自己的超前的艺术性。你家你爸爸长得这样啊？你爸爸长成僵尸啊？这中国人有一个能看的吗？他们画的丁红自己就长这样，长这样的话，中国网友按照你这个风格，我给你画成这样，你乐意吗？大伙儿纷纷给这个丁红画像啊。学院领导这回别干了吧。网友追问，这些丑化中国人的争议作品如何通过层层评审获得国家基金的支持，并进入了官方展馆？必须要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